神罗天网、天罗地网。在这充满奇异光芒的空间中，那两道身影如同神之降临人间，他们的体内涌动着磅礴的神之力量。突然间，一道光华自天而降，凝聚成一张巨大的罗网，仿佛可以捕捉星辰，其上每一丝纹理都蕴含着某种可怕的能量。与此同时，大地之下，一股更为深邃的力量在地脉之中涌动，形成了一张同样威能惊人的巨大罗网。它与虚空之上的罗网相互呼应，天地之间仿若只剩下了这两张巨网的光影交错。周遭的空间在两道天地罗网的挤压下变得扭曲而诡异，仿佛随时都会崩裂。而那位金银袍男子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恐怖攻势，却显得异常的冷静。他的眼眸深邃如星河，一股神秘波动从中散发，仿佛能洞悉世间一切的力量一般。天地罗网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向他袭来，却似乎无法撼动他分毫。金银袍男子站立不动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他的身姿在天地罗网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神秘莫测。天地间的气息随着男子的呼吸而起伏，他的存在仿佛与天地同呼吸。即便是如此恐怖的天罗地网，也无法掩盖他那从容不迫的气度。当罗网即将触及他的衣摆时，金银袍男子轻轻抬手，从指尖流淌出一道神秘的幽光，那幽光如同活物一般，与天地罗网上的光芒交织碰撞在了一起，当即就发出叮叮的声响，宛如神灵之间的对话。这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一场看似不对等的较量上。金银袍男子面无表情，但那双眼中流转的神秘波动却在告诉对手，他并非凡尘中人，即便是天罗地网也困不住他分毫。星河陨杀。在那位身着金银袍的神秘男子轻喝一声之后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波动自他体内爆发，仿佛能与神藏的深渊产生共鸣。他的双手挥动间，无数星光凝聚成锋利无匹的星河光剑，周围的空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裂，天地间的光芒骤然变得忽明忽暗。他的身姿挺拔，双手挥动间，神秘力量化作一道璀璨的星河剑光，携带着破碎虚空之势，瞬间洞穿了朝着自己攻击而来的天地罗网。天地间的光芒随之剧烈波动，如同古老的乐章在明与暗之间跳动，奏响了一曲震撼心灵的交响乐。与此同时，在巨洞底部的另一处，萧炎、沐尘、盘龙等神元宫等人目睹这惊天动地的一幕，眼中闪过一抹凝重。他们感受到其中那股神秘力量的恐怖威压，仿佛连呼吸都变得艰难。好恐怖的力量！没想到除了神之力量外，还有如此恐怖的神秘力量。对方是什么人？他们的心中泛起层层波澜，几乎是本能地提升了速度，身体化作几道流星，划破长空，朝着那光芒闪烁的战场疾驰。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燃烧的气息，随着刚刚那股恐怖的能量消散，三道身影宛若幽灵般再次在空旷的战场中显现。他们相互凝视，气氛紧张到极致，每一秒的对峙都充满了杀机。三人的眼神交锋，尽管无声，却比任何言语都要震撼人心。周围的空间在这一刻都黯然失色，唯有那神秘力量的余波仍旧在空间中回荡。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果然不一样了，居然在我的星河陨灭之下都没能将你们伤及。在这10年的时间中，你们似乎也得到了惊天的修炼，对吗？这时，那道金银袍男子的脸上开始阴阳的一笑道：你知道我们的身份？你究竟是谁？为何与我们抢夺属于我们的大道机缘？见到对方的实力不弱，神罗殿殿主也不敢有丝毫的轻敌，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，纵使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，也不会因为这样而轻视一个人。然而没那位金银袍男子只是淡淡一笑道：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我觉得你们好像与10年前似乎脱胎换骨了。刚刚我知道都是彼此之间的试探，如果我所料不错，你们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力量吧？而且谁说过这是属于你们的大道机缘？这里的大道机缘为何不属于我呢？你在说什么笑话？以你的实力，这里的大道机缘即便都被你夺走了，恐怕也不会让你的实力修为提升。即便刚刚是试探彼此，可我们也感知到你的修为很特别，虽然没有神之力量，但你所施展出来的力量却不比神之力量弱，甚至好像非常了解我们10年的蜕变。你究竟是谁？面对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主要的质问，那位金银袍男子却是耸了耸肩道：不好意思，因为将死之人都不需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有这里的大道机缘怎么不可以属于我们？气氛骤然凝重，在两大神殿殿主的面前，空间扭曲，瞬间同样身穿金银袍衣服的8道身影如幽灵般的显现。他们每一道身影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大道主神气息，这气息之浓郁几乎凝为实质，如同一柄柄无形的剑，直指两大神殿殿主的心脉。而两大神殿殿主虽然修为强大，但在这些9道金银袍身影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渺小，如同凡人面对神明一般，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差距。
两位店主，现在你们只有2个选择：一是成为我们神祭司的打手，二是选择死在我们神祭司的手中。为首的那位金银袍男子声音冷漠，话语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，却充斥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面对这绝境，两大神殿店主却出奇的平静，他们的目光交汇，仿佛在这一刻达成了某种默契，似乎他们等的就是逼出一直隐藏在暗处的这8位堪比大道主神的大能者。旋即，2位神殿店主异口同声地说道：那我们选择第3个。9大神祭司似乎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回答，一时间场中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紧张。2大神殿店主身上的气势开始发生变化，那是一种从容不迫，一种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毫无畏惧的沉着。第3个选择是什么？为首的神祭司眉头微皱，他的声音中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好奇，因为他发现眼前这2位神殿店主似乎不像外面那般简单。2大店主微微一笑，这一刻他们仿佛卸下了所有的负担，只有面对绝境时的释然与从容。我们的第3个选择就是来挑战你们这股不是神之力量的力量。我们早就感知到周围还有8道隐晦的气息，只是隐藏极深，我们一时间也无法快速将你们找出来。为了引你们出来，故意收敛神息。不过既然你们已经全部现身，那么我和神罗兄自然不会轻易的放过你们。话音刚落，2大神殿店主身上的气息开始暴涨，他们也不再隐藏自己的力量，宛如2座沉睡已久的火山，终于展露出惊世的威严。周围的空气因他们的磅礴的神之力量而扭曲，仿佛要将这天地都吞噬殆尽。9大神祭司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转化为凛冽的战意。看来你们的确已经不是10年前那只有半道神实力的神罗殿店主和天罗殿店主了。不过希望你们的实力能够和嘴一样硬，不然你们就成为我们的神祭品吧。面对2大神殿店主真正力量大爆发，9大神祭司自然也没有任何的惧意。就算2大神殿店主在这10年时间里发生了某种实力上的突破，但是他们也同样如此。虽然没有神之力量，但是他们所信奉的乃是那位神秘强大的神明，所以他们的实力也已经从半道神修为突破到了大道主神层次。在他们9位大道主神的眼里，即便对方也是大道主神的大能者，也不会在他们这里淘到一丝好处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究竟鹿死谁手？这里的大道机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你们想要夺取，就靠自己的实力吧。2大神殿店主身形挺拔，如山岳般巍峨，他们将自己的实力尽数爆发，全身被大道之光环绕，如同神之降临人间。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天地间最恐怖的力量，气势如虹，仿佛2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空中碰撞，形成一道道惊人的气浪，引得空间剧烈的震动起来。原来已经领悟自身所修的大道，不过就算这样又如何呢？而面对2大神殿店主爆发出真正的力量后，为首的神祭司却是有些平静，他直接让其中2位神祭司先出手试探一下，对付他们力量。一场大道主神级别的战斗一触即发，2大神殿店主则是率先展开最猛烈的攻势，他们的手掌如同开天辟地的神器，凝聚着浩瀚的大道之法，每一次的挥动都似能撕裂天穹，引得空间震荡，仿佛连天地都要臣服在他们的手中。来得正好。那2位神祭司不甘示弱，他们的身影快速闪烁，如同残影消失原地，在出现时依旧绕到2大神殿店主的身后。他们的力量也极其的可怕，并且一出手就是直扑对方的要害，每一击都蕴含着毁灭性的能量。砰砰之声不绝于耳，那是力量与力量碰撞的回响，每一次交锋都伴随着雷鸣般的轰鸣声。2位神殿店主的眼中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芒，他们的动作犀利而精准，每一次出手都仿佛能够预知对方的下一步一般。而那2位神祭司则以速度取胜，他们的招式如风如电，快到令人眼花缭乱。随着战斗的深入，双方的力量不停地撞击在一起，激发出璀璨的光华。这光华之中蕴含着那大咒中最玄妙的大道之法，那是超脱神元之气的神之力量。恐怖的玄妙大道之法在交锋中互相角逐，似乎要将这片空间都一步一步地推向毁灭的边缘。战斗的激烈也超出了其余神祭司的预期，没想到那2位神殿店主的实力如此恐怖，就算是在同等境界之中，都有着压制对方的实力。